你有没有听说过一种说法，稳定币就是未来的美元替代品，甚至有可能取代美元在全球的地位？也有人说啊，稳定币根本就是美元再换个马甲续命。那么，稳定币和美元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先说结论啊，稳定币表面上看呢是美元的替代品，但实际上它更像是美元霸权在新时代的一次升级。为什么这么说？稳定币现在最大的卖点就是一枚稳定币等于1美元，无论是 Tether 公司发行的 USDT，还是 Circle 公司发行的 USDC，都承诺用户你随时可以用稳定币换回同等的美元。而为了保证这句话，稳定币公司要么在银行要持有等量的美元存款，或者购买等量的美国国债做储备。这里面就藏着一个全球货币体系的底层逻辑。全球贸易结算和大宗商品的定价至今依然主要是使用美元。如果稳定币要快速获得全球用户的信任，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锚定美元，因为用户相信美元，用户也就会相信锚定美元的稳定币，从而快速推广和使用。这和当年美元挂钩黄金获得信任是同样的逻辑。你可能觉得稳定币看起来像是美元的竞争对手，但实际应用场景当中呢，稳定币往往只是美元的一种数字包装，它用于加密货币交易中的结算单位，用于跨境支付和汇款，它快而且便宜。还有就是啊，稳定币可以用于资产避险时临时存放资金，也就是说，当你用稳定币支付或者投资的时候，背后仍然是美元在支撑它的价值。而稳定币公司呢，为了保证1:1锚定，会用用户换来的美元去购买美债或者是存银行，保证随时可以被用户赎回。这就意味着稳定币公司实际上是在帮助美国财政部和银行体系吸收全球的美元资金。稳定币越流行，美债的购买需求就越大，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就越低，美元霸权就会得以延续。换句话说，稳定币并没有取代美元，反而成为了美元延续影响力的工具，甚至帮美元找到了新的流通和需求场景。为什么有人说稳定币能够取代美元呢？的确啊，在某些领域，稳定币正在取代美元现金的使用场景。比如说，部分国家出现资本管制或者高通胀的时候，民众更愿意持有稳定币而非本地货币。在跨境汇款的场景当中，稳定币能让转账时间从几天缩短到几秒钟，手续费还可以几乎忽略不计，比传统银行更方便。在加密货币的市场当中呢，稳定币是交易结算的主流货币，大量资金流动通过稳定币完成，美元现金在这一领域几乎无法参与。本质上，稳定币需要美元或者美债做支撑。稳定币的普及需要用户对美元体系有信心。美国对美元和稳定币的监管仍在主导全球的金融秩序。美股上市公司 Tether 屡屡被美国监管质疑，就是它的底层资产呢，很多是去买了比特币等加密货币，还有黄金，而这部分美国监管部门是不想承认的。但 Circle 公司呢就听话得多，说它的底层资产啊全是美元和美债。唯一的变量就是，如果稳定币过度发展，会削弱美联储对 M2，也就是货币供应量的直接控制力。因此呢，美国也正在逐步完善对稳定币的监管，比如说，它要求稳定币公司啊必须持有100%的储备，还把它们纳入了金融监管体系。还有就是，美国国会呢正在推进稳定币的立法。未来的稳定币可能会成为美国官方货币体系当中重要的边外力量，而不是对立的力量。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稳定币和美元的关系意味着什么？首先，短期内，稳定币可以作为美元现金的替代品，用于跨境转账、闲置资金理财和全球配置。长期来看呢，稳定币不会取代美元，而是美元全球流通的加速器和搬运工。但是需要注意啊，稳定币仍然面临着和美元脱钩以及发行稳定币的平台风险。稳定币锚定美元、美债和美元的信用风险依旧会传导给稳定币的用户。再就是，持有稳定币本质上依旧是持有美元，无法对抗美元的长期通胀问题。如果有人告诉你啊，稳定币稳赚不赔，还能至少年化8%，买稳定币等于买美元理财，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啊？但是，稳定币真的能赚钱吗？它和直接买美元、买美债、买黄金相比，到底哪个更适合我们普通人呢？今天呢，我一次讲透，别再被割韭菜。我先说结论啊，买稳定币本身能赚的钱非常有限，而且远远谈不上投资。
稳定币最适合的场景是跨境转账、购买比特币等加密货币的工具。它不是资产增值的工具，也不能替代美债、黄金、股票的长期配置。为什么呢？现在呢，有很多平台宣传存入稳定币挂钩产品，年化6%到8%的收益。你要搞清楚啊，它这个收益能从哪儿来呢？主要可能的来源有2种，第一，就是这些平台把你的稳定币借给其他的人，赚取借贷利息，再分给你。第二，某些平台用你的稳定币进行资金池操作，赚取加密货币获利。本质上，这类稳定币产品的收益呢，是来自于借贷利息或者是流动性挖矿的奖励。但是收益高不高和市场环境、平台信用、流动性需求直接挂钩。现实是，在2020年到2021年加密市场牛市的时候，稳定币借贷利率曾经高达10%到20%之间。但是最近2年，随着加密市场交易量的下降，借贷需求减少，稳定币的年化收益率普遍也就是3%到5%，甚至更低，不会高于美债的收益率的。更重要的是，你需要承担这个平台的信用风险、黑客攻击你的风险，还有稳定币本身和美元脱钩的风险，比如说 UST 崩盘的教训。如果平台跑路了，你的钱包被黑客攻击了，或者你购买的这种稳定币和美元脱钩了，那你可能连本金都拿不回来了。现在美国对稳定币的监管政策呢，是要求稳定币的发行公司要1:1底层资产去购买美元和美债。那和你自己去把美元存在银行，或者是去买美债，在收益率上有啥区别呢？至少你的钱存在银行，有存款保险保障安全。可是你的稳定币存在交易所，平台风险和黑客风险都需要你完全自担。而且呢，稳定币是美元的衍生品，它本质上就是美元的数字化，并没有额外的资产增值的功能。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获得它那3%到4%的年化收益，那你需要判断值不值得承担这些额外的信用风险和监管的不确定性。目前呢，短期美债就是3到12个月，它的年化收益呢是在4%左右；长期美债就是10年或以上的，年化收益呢是在4.5%左右。美债毕竟是由美国的国家信用在背书的，它的风险极低，还有购买方便，可以在绝大多数的证券账户购买。和稳定币相比美债更适合稳健型的资金配置，特别是大额资金追求安全性和美元保值的。我们再来和黄金做对比黄金呢，它不升息，价格波动，中长期呢呈上涨趋势，它可以抵御通胀和极端的黑天鹅事件。但是这个稳定币呢，它不增值，它只是维持美元的购买力。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是长期抗通胀和保值增值，那黄金肯定远胜于稳定币。上期视频发布以后有观众问我，在中国大陆还能不能用稳定币？要怎么买？有没有风险？税务怎么处理？今天呢，我也一次性讲透。先说法律层面，从2017年起中国全面禁止境内加密货币交易所运营，也禁止 ICO， 就是说首次代币发行。银行和支付机构呢，不得提供加密货币的相关服务，也就是说，在法律框架下，稳定币和比特币等加密货币呢，是不能在中国境内公开交易和使用的。我们再来说现实层面，个人持有加密货币本身呢，在中国并不违法。很多人早期买入的比特币、以太币、USDT 等等，仍然在他的个人钱包里持有。部分人呢，还通过灰色路径继续使用稳定币进行跨境支付、海外投资或者结算。但这并不代表是合规的，也不代表没有风险。因为国内平台呢无法使用人民币直接购买稳定币，所以最常见的做法呢是通过 OTC， 也就是说场外交易。大白话说就是私下找人买卖。用微信、支付宝或者银行卡转账人民币，让对方呢把等值的 USDT 转到你的加密钱包地址。那这个加密钱包地址怎么来呢？你需要先有一个钱包 APP 或者是交易所账户，系统呢会自动生成一串字母和数字组成的这个钱包地址，这就是你的收款账号，复制给对方即可收款。那需要注意的是选择网络的时候会看到有 TRC20 或者是 ERC20， 那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让你选择不同的快递公司。TRC20 呢是波场网络，转账快，手续费低。ERC20 呢是以太坊网络，安全性高，但是手续费贵。买卖时呢，双方必须选择一致的网络，否则币可能会丢失，而且无法追回。在这里面有3大风险要注意。从法律上来说呢，中国不承认加密货币是合法货币，也不许公开交易。虽然个人持有不违法，但是如果你被认定
参与非法集资、洗钱、跨境汇兑，就可能会面临法律调查和资金冻结的风险。还有就是你的资产安全风险。上面说的这种 OTC 交易常出现诈骗，资金转出以后呢，对方不给你转币了，或者呢，使用的钱包被盗了，被黑客攻击了。再有就是市场风险。虽然稳定币号称锚定美元，但是也有脱钩的风险。当年美元不就是跟黄金说脱钩就脱钩了吗？政策的变动可能导致交易渠道突然关闭，资产无法提现，也是一个风险。很多人还关心如果我买了稳定币或者是比特币，未来卖出获利了，要不要交税？理论上，在中国，一旦你的加密资产变成人民币，就构成了财产转让所得或者偶然所得，那是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但是在目前的实际执行当中呢，税务机关很少主动查这部分的资金流动。可是，如果你的金额较大，被银行风控了，或者被公安调查你的账户流水了，那你可能会面临要被补税、缴纳罚款，甚至可能面临刑事责任。所以在中国，稳定币和加密货币的使用处于个人持有不违法，但交易使用不合规的灰色地带。对于普通人来说呢，没有必要为了赚小额汇兑或者是转账便利去碰这些灰色的路径，你的风险远大于收益。那有朋友该问了，素，那作为普通人，我该怎么使用稳定币呢？我的建议是如果你需要跨境转账，那可以考虑使用稳定币，它毕竟节省费用和时间。如果你的资金量大，追求稳健，那你可以购买美债或者是美元的定存，稳定的赚取利息，风险更低。那如果你的长期目标呢是抗通胀、增值保值，那你可以选择黄金、优质的美股、优质的资产，仍然是最优的选择。稳定币不具备长期的增值能力。稳定币呢是加密世界里美元的镜子，它稳定但不增值，它灵活但有风险。它适合加密世界里的资金周转，但并不适合成为长期投资的财富增值器。在下一期呢，我会讲解稳定币有哪些风险，为什么有人说它可能会爆雷。如果你不想错过，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我是素，用简单的语言帮你看懂复杂的金融世界。稳定币系列，我们下期见。